离婚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呢，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啊，还是二婚的女人啊更想尽快嫁出去。为什么呢？我说这种话可能又会得罪女人了啊，但是这些女人呢，我希望你们别不爱听。事实就是很少有女人不需要婚姻的，而经济能力比较强的男人呢，对婚姻的依赖性才是越来越低的。现如今呢，男人们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钱，买房买车都靠自己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哪怕是那些感情良好的夫妻，离婚之后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愿意再婚的，除非他遇到一个让他非常心动的女人。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急需要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几乎都是女人，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性。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一大波的女性会坚持说我什么都有，要男人有什么用呢？她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提出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实际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其实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这个时候他们呢又会自我安慰了说要男人来有什么用呢？钱我自己挣，娃我自己养，房子我自己有，车我自己能开。其实真的有这种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但是呢，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她也跟着说男人真的没有用。那男人真的就没有用吗？从大的来讲在保家卫国和抢险救灾的事情当中，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的苦活累活重活大多数不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电话，对吗？你说你能独立生个孩子，那没有男人你也生不了吗？是不是？没有他们，女人只能活成个女汉子呀。现如今的社会呢，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会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的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个婚就变着法儿要索取男人的付出。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们就会说你是不是男人啊？两个人闹矛盾了，他一定是那句话，为什么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呢？嘴上喊着男女平等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而男人呢，既要累死累活的赚钱养全家又要支持他们，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又喊着要独立，要求享受的同时又要求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更现实，真情都留给了前夫精力都留给了他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为了保命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一线城市本地人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真是还不赖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离婚了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两个人没有多久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
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他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他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他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 80% 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他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他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现在的二婚低换女真的是很多。最近呢，有一位准备2婚的女人来找我介绍对象。她说自己的要求不高，硬件条件方面只希望对方有车有房，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正常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她一定得对自己的孩子好，视如己出也舍得给自己花钱，物质上不能太吝啬了，喜欢大大方方的男人。女人呢，需要的都是仪式感，所以不能因为是2婚了就糊弄他。节假日呢，买礼物这些都是应该的是需要的。他说呢，希望对方是一个知冷知热、细心周到的暖男，希望对方能够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一起呢逛个商场呀，吃个美食散散步看看电影那种既浪漫又幽默的男人是最能吸引他的。他呢说着说着这眼神都开始迷离起来了说自己对于浪漫的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我接下来说的一番话真的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你就别幻想着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还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咱们现实一点30多岁的人了，都快奔4了。我告诉你2婚的男人根本就不想跟你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男人只在意你什么时候跟他去308研究一下人体表皮学，什么时候你能把你的骨盆献出来，理解吗？你要是跟他说你很慢热他估计立马就放弃你了，追求下一个目标。如果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别浪费他的时间，明白吗？如果你喜欢人家，就别磨磨唧唧的你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别在那儿拐弯抹角的向人家要礼物啦，要金钱啦，要诚意啦，考验观察指标一大堆。你又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不谙世事。既然都是2婚了，一切都是要落在生活上的实际一点。哪个2婚男人天天给你搞浪漫呢？再说了，现在的男人人家也成长了人家也不是傻子，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拼命给你花钱的。那些男人花了钱，结果女人又跑路了的事儿还少吗？咱毕竟不是20几岁的小女孩了男人没有必要在你身上花时间、花精力，还花钱去追求你，知道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关键是女人的年龄才是价值年轻才是财富这个道理你要懂。岁数一大把了还不现实点想法做事咱稳重点低调一点，行不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男人条件不错离过婚的能看上你那都是运气不错了，知道吗？咱就别在这儿提一大堆的条件了，省一省吧。
行吗？啊，你们说对不对？都说当下的男人清醒了啊，那人家是怎么清醒的呢？当女人们还在利用那句毒鸡汤，幻想着男人能大把给自己花钱来表达爱意的时候，而男人们却已经清醒了。纵观现实社会，还有几个男人愿意做那个大冤种呢？就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女孩呢长得很漂亮啊，体制内工作，在北京一个月挣1万多，家境呢比较一般。她跟一位优质男士相亲成功了，两人呢接触了1个月左右。这个姑娘啊，昨天跟我来诉苦啊，说男士本来说好了他们两个一起去西藏自驾游，结果呢机票都订好了啊，男士最后突然一下就不跟他联系了，行程也取消了。但是看男士的朋友圈呢，男士好像跟别人去了西藏。女孩被弄得莫名其妙啊，就过来问我说这个男的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接触，太渣了，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于是呢，今天我就跟这个男士通了一个电话，结果呢被搞得一头雾水的女孩啊，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样的结局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她不但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怀疑这个男人的人品有问题。人家认识他1个月了，可是连手都没碰过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节啊，对他非常尊重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原来啊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男士约她出去吃饭呢，都让她选饭店，结果她每次挑选的饭店都是消费在3000元以上的地方，一顿饭啊要吃掉别人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月哈，正好还遇到一个节日，男士就问他要什么礼物，他选了一个17万的包包，男士呢也给他买了啊。这一次去西藏的行程呢，会路过无人区啊，有几个地方需要住宿的，于是男士就让他来挑几个酒店。这个姑娘啊，真正没头没脑啊，她订了好几个酒店啊，都是一晚上7、8千的。这一回啊，真正是惹恼了那位男士啊，立马就取消了他的机票和行程，也不再联系他了。男士跟我说，首先他自己的工作1个月就挣1万，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吗？怎么到我这儿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呢？就这么挥霍吗？这个钱不是我花不起，而是我不值得为这样的女人去花的。一个不疼惜自己钱的女人啊，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可能是一个爱自己的女人的。另外好几次啊，这个男士都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跟别人聊天，甚至背着她跟别人去约会，这一点啊他很接受不了。虽然说他们两个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啊已经在紧密的接触了，那这个已经是在确定关系的路上了，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能专一一点呢？最后他还说了一点啊，其实啊这个还蛮重要的。他说其实这一次去西藏啊订酒店这个事情啊，女孩并没有拒绝啊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也就是说呢，默许了会发生那件事情。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虽然愿意，但是对这个女孩呢，他却有些失望了。他最后说啊，现在完全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情，说这几年啊遇到了好多女孩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总是呢想造他的钱，而不是真正的懂得怎么样对待生活。他说现在的女人真的根本不值得娶。虽然他这句话说的太绝对了啊，但是纵观当下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啊确实还很多，有多少女孩还走在这条路上呢？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要说句公道话，好女孩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你没有遇到啊。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啊，来找我领一个好吗？最近有女生问我说啊，男人年龄一大把了还没有结婚，会不会是哪儿有问题啊？所以呢，相亲对象是不是最好是远离那些大龄剩男呢？其实啊，我觉得问这句话的女人，你说对了，他们确实有问题。相亲一定要避开大龄剩男的，因为你可能从他那里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你们加了微信聊天，你要是回复的慢，经常嗯啊哦发表情包，他会直接当你是慢热，不会给你做备胎的，然后直接就拉黑你了。你给他发的照片啊，最好别 P 得太狠了啊，否则见面跟本人对不上号啊，可能他连饭店都不会去，顶多公园溜一圈，一杯奶茶都不会买。如果本人跟照片差不多啊，那才会去请你吃饭呀、喝咖啡呀。达不到的话，可能就各回各家了。你可别怨他让你白跑了一趟啊！谁让你发这种 P 得太过的照片骗他呢？你发真实的照片不就不会白跑了吗？还有啊，约会你千万别迟到太久了，迟到20分钟以上啊，可能等你到了地方，人家呀已经走了。你问他上哪儿去了，可能你会发现他已经把你拉黑了。吃饭的时候啊，别长时间的低头玩你的手机，不然啊，他可能会立马走人的。走之前啊，还会逼着你跟他 AA 啊。吃饭的时候啊，自己想吃啥呢？别满口随便啦啊，那他估计就是真的会随便的，你可别受不了。约会呢，就是吃饭、看电影、压马路啊，老三样。你要是嫌没意思啊，可以不来，
他也没那个功夫啊，天天给你搞浪漫呐、搞惊喜啊，嫌麻烦。最多几次见面，他可能觉得就可以表白了。那表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花，也没有礼物啊，也没有什么仪式的，要么你就答应，要么你就拒绝。那你要是回答他处处再看吧，他可能就不打算再跟你处了，还是下一个啊。他给你花的钱可能他得给你算算啊，因为他有钱，他可以拿去健身啊、护肤啊、旅游啊、买衣服、买房、买车啊，他可能会给你展示他的财务情况，但是呢，他的钱给你看看的不会给你花，更不会让你分的，除非你愿意做他的女朋友了他呢可能才会心甘情愿的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啥就开口说，别让他猜来猜去的，心太累了。如果你们没有走到最后，他可能会全额要回给你买礼物的钱，你可不要骂他小气没格局。他觉得凭什么要给别人的女人花钱？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好事儿。还有你别用分手威胁他、试探他说过2次分手他可能就会真的跟你分的。别要求他给你手机密码，那还不要了他的命这就是大龄剩男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子？从一个白月光的男人变成了今天这种苍蝇屎，还不就是被女人给调教出来的吗？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千万别把自己的人生顺序给搞颠倒了。你们的年龄就是你们在婚恋市场上最大的资本，真的是这样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女孩子从你18岁一直到你28岁，这10年就是你们择偶的黄金年龄，可以说时光一去不复返一定要把这个婚姻问题在这10年当中大概率的给搞定了。女孩到了大学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咱们就开始学摸着找个对象谈个恋爱了。有很多小姑娘是非常聪明的，有脑子人家老早在学校的时候就下手了，把那些优秀的小男孩给搞定了。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女儿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都说早恋会影响学习，可是人家心里比谁都清楚俩人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双双进入了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感情也很好工作了2年，现在打算呢把证领了。两家家长也非常的乐意，开开心心的看着孩子这么优秀还这么幸福，别提多欢喜了。这小姑娘就对了呀这么干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要觉得学习有多重要多重要其实对女孩来说找对象也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小姑娘多聪明人家凭什么就没有美好的未来？你们说人家脑子真的是很好使。而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些姑娘大学里父母就说好好读书不要谈恋爱影响学习让孩子傻读书死读书，天天吧也不展示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天天就好好学习啦，不谈恋爱啦。完了呢，毕业了工作了每天就在家里边玩手机，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不展示自己。那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跑到你家里来找你？你说你觉得可能吗？你又不是张柏芝那张柏芝人家还老展示自己呢，一点都不懂男女之事进入社会之后呢又被各种的毒鸡汤给灌了什么你若优秀蝴蝶自来了，为了事业各种的去读研读，把时间全部都用在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件事情上。结果呢，这一系列的操作结束之后，才发现自己30岁了。这个时候想用自己的优秀来吸引优秀了。可是男人呢不买账了，人家说了，你那个优秀不是我要的那个优秀28岁的男生还愿意找28岁的女生，但是到了30岁的男生已经开始不愿意找30岁的女生了。他们开始觉得你太老了，但是呢优秀的女孩们不甘心继续想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如果你等到了35岁还没有找着对象，那你基本上只能下嫁了要不你就别找了。你瞧瞧人家这些聪明的小姑娘，17、18岁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先下手为强人家不优秀你优秀我还真的是不觉得。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呢？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呢？哪儿有优秀的男人你就往哪儿去呗你去读个 MBA 你去长江商学院这种地方优质男人多你别整到35、6岁了对象也没着落开始慌了，开始着急了，这样还有用吗你们说是不是现在男人来相亲找对象为什么他们也这么现实了呢？确实现在呢在北京特别明显，在我们的很多相亲局上男生列出来的条件真的不比女生少。因为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原本希望遇到的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可是呢现实却让他们逐渐的发现女生们要的似乎不仅仅是爱情那这些男生呢，他们可能从20岁到30岁已经受够了现实的毒打。
那被前任各种的坑被女友各种的骗，那比比皆是嘛。当他们购置的美妙爱情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终于清醒了。所以当他们走到了相亲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不再是来寻找爱情的了，他们只不过呢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而已，完成婚姻大事。所以很少听到一个来相亲的男生会下血本去追一个女生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给女人花钱没用的，自己有钱才有用。去为一个陌生女人花钱真的是脑子进水了。钱给女人看看就好了呀。即便是我们那些高资产的男会员都不会在相亲对象身上轻易的去撒钱的。所以呢，现在的男生他们真的是非常清醒的。而从女生的角度来讲谈恋爱结婚就是应该男生多付出要给他优越的物质享受才是爱他。女生的思想呢，其实还停留在过去呢。现在真的不一样了，谁来相亲都是来找真诚的，谁都不想当大冤种了。没有人给你花钱是应该的，也没有人对你好是应该的。女人想要幸福的生活，也一样要懂得付出，一样要放弃在恋爱当中当个公主的幻想，是不是这样子